你绝对没见过这样的法拉利458，它是由一辆事故车修复而成，后面的尾翼是强子花高价定制的。强子把碳纤维尾翼装到车上，现在它看起来严丝合缝，充满了攻击性。不过我们也很容易能发现，尾翼的颜色和车身刚好相反，所以接下来强子要给法拉利进行喷漆。他把前面的机盖和车身其他有瑕疵的地方通通都拆下来，然后拿掉前面法拉利的标志，接着用毛巾反复擦拭。尽管现在它看起来很干净，但强子依然觉得不够，于是又拿到院子里继续冲洗。要是照这么下去，1个月水费都不知道要花多少了。在等待风干的同时，强子拿出一张塑料膜包裹住车身，然后把铰链取掉，再打磨一下。这时外边的机盖基本上已经干了，搭档把它拿到工作室里放在架子上。强子去调了一桶黑色的密封剂，把它均匀地喷到了上面。等差不多风干之后，强子又根据不同的比例调出和车身颜色一样的白漆，然后把它喷到机盖和零件上。虽然白色看起来很干净，但是我觉得如果选择红色的话，看起来应该会更加炫酷。不过强子并不这么认为，刚才喷上的白漆只是铺垫，下一步还要再来一层清漆，这样能让机盖看起来更加光滑，视觉效果直接拉满。这部分处理完之后，为了和车尾呼应，强子又买了一个碳纤维保险杠。虽然这个包裹很大，但是里面的东西却非常轻。撕开外面的塑料膜之后，一个光滑的保险杠映入眼帘，看起来成色很不错。为了测试尺寸是否合适，强子把车子升起来要把它换上去。看到这里，你们可能会发现，之前喷好白漆的前机盖怎么又变成了红色？如果你有这个疑问，那说明之前的视频你没有仔细看，因为当时强子只处理了背面，前面暂时没有处理，他打算等全车喷漆时顺手处理了。接着强子把上面的螺丝都拧掉，成功的拆掉原本的保险杠。由于上面的垫圈还可以回收利用，所以强子把它们拿下来，转移到了新的保险杠上。接着他对其进行简单的切割，调整了一下大致的尺寸，然后和同伴一起把它装了上去，效果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。车身套件的结合没问题之后，下面就要处理颜色了。强子把前脸拆下来，和同伴一起进行打磨。他不打算把前铲完全变成白色，而是要保留中网部分的黑色。为了避免误伤到不用处理的部分，强子用胶带贴住并保护起来，然后对上面进行打磨。接着他又拿出了熟悉的塑料膜，包裹住不用喷漆的底部，然后把它拿到外面。先来一层密封剂，等到快风干后再喷上一层白色油漆。熟悉流程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，接下来还有一层清漆，这个前铲就大功告成了。你绝对没见过这么干净的法拉利458，整车被强子重新喷漆，现在的状况堪比新车。话说前面的保险杠处理完成后，接下来强子要处理后保险杠。他先把车子升起来，然后把后面的轮胎拆掉，接着拿掉2个尾灯。这次他不想那么麻烦，并没有选择拆掉后保险杠，而是直接在车上进行处理。和以往的步骤一样，先把不需要处理的地方用胶带分隔开，然后进行初步的打磨。做完这些之后，强子觉得还是少点什么。一番思考之后，他决定把全车重新喷漆，这样就能避免出现车身颜色不统一的情况。搭档听了这个建议之后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当即就行动起来，先给这辆法拉利洗个澡。这两人开的改车铺，一天不知道要浪费多少的水，车子都快被他们洗秃噜皮了。洗完车之后，为了保证在喷漆时材料充足，强子去商店买了大量的油漆回来，这样就不至于在工作时被打断。返回车场后，他竟然又要给车子洗澡，先把法拉利开到外面，然后用水枪进行冲洗，接着用毛巾沾着清洗剂对车子进行全方位擦拭。完成后，他把车子开进去，然后用塑料膜在上面挡出一个隔离间，这样能防止喷漆时误伤到其他地方。乱七八糟的事情处理好后，强子就开始了喷漆工作。他把所有的套件都装到车上，然后在细节处贴上胶带。这时强子拿出了很长的泡沫条，我记得当时有人吐槽说这辆法拉利的车身面板之间缝隙非常大，从而导致车子看起来很廉价。其实那是因为还没有加上这些泡沫条，它们能起到缓冲和连接的作用，防止金属板之间相互摩擦掉漆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忙活，喷漆前的准备工作终于马上完成。现在还剩下最后一步，那就是把车头的碳纤维前脸和车身部分分隔开，这样的话车头就能保持原本的碳纤维颜色，看起来不会那么单调。这里依然采用的是老方法，胶带加上塑料膜，前面完成后还有后面，用的是同样的处理手法。这些都完事后，强子拿来塑料膜覆盖全车，然后把要喷漆的地方全部露出来，对表面进行简单的擦拭后，就开始调制油漆。他先调了一桶密封剂，由于车子其他部分密封得很好，所以强子喷起漆来很方便，不需要担心误喷到其他地方。第一步完成后，他打开了加热器加速风干，在等待的同时去调了一桶白色油漆。这次再喷就不能那么随便了，因为白色是车子的底色，所以处理上必须很均匀，稍有不慎喷漆失误就会导致车子看起来很廉价。经过将近3个小时的忙活，第2层白漆终于完成。接下来强子又调制了一罐清漆，他按照刚才的手法
来回的绕着车子喷漆。不得不说，效果确实挺明显的。原本暗淡无光的车身，喷上了一层氢气后，瞬间闪亮了起来。完成后，强子就回去休息了，让车子风干了一晚上。第二天，他开始撕胶带。这个过程看起来非常的解压。随着塑料膜的脱落，这辆法拉利的样子逐渐显示出来。虽然很多零件还没有安装，但是那咄咄逼人的气质是掩盖不了的。谁叫这是一辆超跑呢？强子给法拉利换好排气管后，一踩油门竟然喷出了火，这效果可把两人高兴坏了。经过强子将近1个月的忙活，法拉利的进度终于接近了尾声。上级的车身喷漆完成后，接下来就开始处理内部细节。前端外表看上去很完整，但其实内部的零件都还没有安装，尤其是前面的散热系统，大部分管道都被固定在上面，没有相互连通。为了避免在安装散热器时里面的冷却液乱洒，强子提前打开了开关，把里面的液体全都放了出来，接着又拆掉两侧的风扇。虽然这些功能性的零件可以安装上去，但是全都裸露在外面，看起来乱糟糟的。为了美观和整齐，强子买来了一些零件壳，取出来之后和风扇进行结合，然后再安装到车子上，最后接上电线。这边的一侧完成后，他用相同的手法组装另外一边，完成后把所有的管道进行连接，散热系统就算修好了。接着强子拿来2个塑料零件，这是一套通风口，装上后能让前机盖的空气流通。类似这种塑料件还有很多，功能也各不相同，但对于车子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。经过强子的一番操作，前面的零件很快就组装完成。虽然这辆法拉利是车头出了事故，但是里面的零件都还能用，强子就没有换新的，这样也算省下了一笔钱。不过美中不足的是灰尘很多，看起来非常脏，对于强子这种有洁癖的人来说是非常难受的。不过他不打算现在就清理，而是等所有配件都装好后再说。下一步是要安装前铲，但前铲目前还有些零件没有安装，就比如他手里的黑色网格。这里强子选择了一种特殊的胶水，那就是环氧树脂。和普通胶水不同的是，环氧树脂能更快的风干，并且粘合得更牢固。有了它的帮助，就算法拉利处于高速行驶状态，黑色的中网也不会掉落。这部分处理完成后，强子要开始安装前面的2个大灯。虽然大灯有螺丝固定，但为了让它更加牢固，他还是给上面涂了环氧树脂。现在车头内部已经处理完成，两人进行最后的组装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忙活，这辆法拉利458的修复终于要成功了。在即将结束之前，强子要对车子最后进行一次抛光，确保它的状态宛如新车。把车上的一些地方贴了胶带之后，他先用肥皂水擦拭了一遍，然后拿着细砂纸轻轻打磨。估摸着效果差不多后，强子给打磨机装了一个羊毛轮盘，仔细的摩擦车身。经过这一步的处理，车身的面板看起来就像玻璃一样光滑。但你要是觉得这就可以结束了，那可就太天真了。要知道现在只是前端处理完成了，还有后半部分没搞呢。不过后面要改动的地方不多，所以很快就可以结束了。法拉利458的翻修终于完成，现在它的状况就和新车一样。下面强子要开上路试车，不得不说这辆车修起来是真困难。之前的前端处理完成后，强子要给法拉利换上新的排气系统。他先拆掉了后面的保险杠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就打开了充满泡沫的快递，这里装着很多个全新的排气管。强子一一拿掉外包装，时不时的还放到车上进行比对。这一堆零件里，最让他满意的是手里这个，它和中控上的按钮连接，能控制消音器的开合。如果车主在开车时觉得很吵，那么就可以打开消音器，反之则可以关闭。总之非常的方便。接着强子把所有的排气管都拿了出来，为了和安装之后形成对比，强子发动了车子并狠狠地踩了几下油门，这轰鸣声让人非常震撼。我的三轮车听见了之后，瞬间觉得要和它碰一碰了。等我有空了就给三轮车装一个同款的排气管。这里有点跑题了，咱们继续说回强子。他把上面的螺丝全都拧掉，顺利地取出了2根排气管，看得出来老化已经非常严重了。经过尾气长年累月的熏陶，零件变得黑不溜秋，功能上也受到了一些损失。看到这些情况后，强子觉得自己更换排气系统是一个无比明智的选择。他和搭档2人齐上阵，用了将近1个小时，总算是完成了安装。下面他要再次发动车子，看看这次车子能爆发出怎样的怒吼。法拉利的表现很不错，排气管甚至喷出了火。看到这一幕的你，难道不想上去轰2下油门吗？排
排气系统的问题解决后，强子给后包围装了一些零件，然后就把它安装了上去。这辆车就算彻底完成了。不过强子不打算结束，因为之前他给前机盖做了抛光处理，如果其他地方不做的话，车子看起来会很奇怪。所以接下来又是大家熟知的清洗。他和搭档两人用肥皂水仔细的擦拭，完事后给一些衔接处贴上胶带保护，接着拿着砂纸不断的打磨。这些步骤都做完后，他又拿出那个羊毛砂轮，给上面喷了一些特殊的材料后，对着车身一阵打磨。经过1个小时的忙活，车身套件的所有处理都完成了。现在距离完成还差最后一步，那就是车身上的标志和车门上的电动车窗。两人先把塑料膜都撕掉，然后打开车门，把电动零件装到车门里，对线路进行相应的连接，最后把红色的面板装上去。这一侧完成，还有另一侧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这次速度就快多了，不到半个小时就安装完成。现在车子的所有功能都恢复正常。强子又简单的处理了一下轮舱，这辆法拉利458就彻底结束了。接着他要上路试车，当车子发动起来的那一刻，那种犹如野兽低吼的声音出现。我想没有男人会不爱这辆车，不过由于现在是晚上，路上乌漆嘛黑的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强子不敢随心所欲的踩油门，只能等到第二天。今天的天气非常不错，阳光很好，开着敞篷法拉利的强子心情也很不错，路上不停地轰着油门，这些天的辛苦也都烟消云散。你们对这辆车怎么看？评论区告诉我。